吹起野火，年少天际乾坤动。幻化练就神通，抬手剑破长空，我与天斗，其乐无穷。权与谋，争不休，暗流汹涌，将孤勇抛洒洪流。御风涌转时空，无字登临巅峰，天外的天，手握着无穷。风云激荡翻涌，自有我的从容。谁敢在高举长雄？江水的年纪在转，就是知我与衷，让不知之心相照，照前夕披看而开。你也不想被婆婆我做成衣裳吧？那就乖乖点击追番投币吧。蛊惑人心的魔，嘴里没句实话。这里是丰都的死者生界，你死后属于这里。你的玉佩感应的不是无忧香，而是同样来自无忧香的月亮船。沐月者的月亮都是无忧香炼制的。留下无忧香的玉佩，留下你的命。婆婆和爷爷们这么强，我要怎么通过这9道难关呢？这是我走出大虚的最后一站了，来吧！木儿怎么去黑暗里溜了一圈，元气陡然倍增？我也想去了。对呀，木儿，你何时觉醒了白虎元气？霸体竟然4度觉醒，莫不是修炼上出了什么岔子吧？村长，这是好事。正所谓一而再，再而三，三而不竭。霸体觉醒3次本是寻常，突破了3次才是真入化境。往后再觉醒几次都有可能。村长爷爷果然博学多识，这么一讲解，我顿时就明白了。好个老东西，这都被你圆过去了。但你这套说辞，偏偏木儿还信，又能骗过这帮老家伙多久呢？婆婆和爷爷们要考我什么？都是打架吗？哑巴说的对，不全是打打杀杀的较量。我们会自封神藏，以灵台境考验你。管他什么境界，木儿，我可不会手软。你过得了他们，也过不了我这关。就你话多，我家木儿是霸体，能把你打得哭爹叫娘。四老太婆，最舍不得木儿离村的不是你吗？啊！雏鸟长大，终须离巢啊！木儿，你准备好了吗？第一关是什么？木儿，看到那朵云没有？哼，咱们来比腿法，看看谁先跑到那朵云上。哎，你年纪小，让你先走一步。我尊老，老先行。哎呦，你先行。您老人家身子骨不好，还是您先？你先行。您先。你先行。
您先，你先行。再不跑，老子剁碎你们两个！嘿嘿，呀！呜呼！木儿长大了，缺爷爷要跑不过你喽！脚下不看路，逃命没活路啊！傻木儿！幻日神手，妙手18空，你好！缺爷爷，笑容能让人放下戒心，不是你教我的吗？嘿，臭小子，幻日神手也是我教的，还没给我偷回什么宝贝，先来偷缺爷爷的风了。跟谁学的这么损？跟一个坏蛋学的。缺爷爷，是你教我不能走空，你还叫上别人坏蛋了？我问你，做好人会被人欺负，做坏人就要欺负别人。等你到了外面，要做好人还是坏人？缺爷爷向来没个正形，现在看起来却很认真。缺爷爷，我不想欺负别人，但是坏人作恶，好人要比坏人更狡猾才行。我要做狡猾的好人。啊！走，不要回头！救人啊！求求你们了！记住，不能轻易相信别人。缺爷爷，这小子什么时候用幻日神手把弟弟还回来了？哼！木儿，你过关了。后面的考验也要像现在这样，别对那帮老家伙留手。我有信心。药师爷爷要我采30种大毒之物炼成大补之药，没有药方，我只能自己运用药理和经验，去计算每一味药的多寡、使用部位、炼制方法、火候大小。虽然出现了一些小失误，不过也算顺利通关。虾爷爷要考我作诗，幸好被其他爷爷阻止了，不然我肯定比不过他。虾爷爷只好跟我比试枪法。我用神霄天眼去看，却找不到虾爷爷的半点破绽。没办法。只好人为制造破绽。臭小子，同时使用2种元气，你这是作弊！
你就是仗着霸体厉害欺负我。小爷爷，要不我们重来一次？霸体，嘿嘿，不就是用来欺负人的吗？这是你的实力，我这关你过了。下一个到哑巴了。雅爷爷竟然要我炼化寒铁制成的漓江派剑丸，据说他灵胎境时就能做到，所以我必须比他做得更好。这剑丸的寒气连炉火都能熄灭，看来我需要更强的火力。对了，我可以打造一个小锻造炉。结合我的元气，来聚集易散的炉火，达成反复灼烧的效果。最后不仅成功炼化寒铁，还给我自己打了一把寒铁杀猪刀。好刀啊！快，我们来比比刀法。屠夫，你只有半神，又压制修为之灵胎境，木耳的元气异常雄浑，被他贴身的话，你很吃亏，只能用技巧胜他。哼，他进不了我的身，会被我的刀法挡在外面。我担心的是，你要是打不过木耳，杀疯了，这屋子就得塌了。那就不用刀。木耳，走，去村口，咱们以手为刀，就像你小时候那样。提刀出进来，车马轰如雷，只身赴皇宫，手挽君王头。屠爷爷，这是什么意思啊？我提着刀走出皇帝的进宫，外面车马声如同雷霆轰隆，无数人马阻挡我的脚步，只以我只身杀入皇宫，手中挽着皇帝的头颅。皇帝是很厉害的人吗？屠爷爷，你比他还厉害。没错，提刀出进来是战绩中的巅峰之作，狂野的气势就是他的先决条件。管他什么皇帝天神，都别想妨碍老子！但是光有气势还不够，实力才是你真正的底气。底气？这叫精进。你得从最少的身体接触中，掌握对方的元气运转与力量分布，方能由表及里，发现破绽。不玩，我问你，若你的至亲至爱因你而死，仇敌在前，你当如何？上！说敌人有千军万马，你怎样应对？杀！若敌人为苍天诸神，你会否退缩？杀！杀！杀！破绽不在表象，而在更深处。楚爷爷的招式没有破绽，体内元气运转却有不弱之处。我感受到了。臭小子，元气果然雄浑，虽然刀法上还是不如老子，但你过关了。成天打打杀杀的，太不风雅了。聋子，下一个到你。木儿，跟我来。龙爷爷，这两条龙的眼睛呢？这两条龙是我用神通所化，
只要点上眼睛，便可以化龙飞去。不过靠修为和元气是无法做到画龙点睛的，你只有靠画功。聋子了不得，这是大雅的比试之法，复化以神魂，夺天地造化，不外如是。书画之道，要有悟性，方能成器。我教过你灵犀一点附神魂，今天就看看，谁能点活它，让飞龙入天。就像你跟随聋子学书画，你的画只是一张纸，但聋子的画不仅能动，甚至能脱画而出。同样是画，为何不一样？画画的人不一样，所以要画龙点睛，必须。无目之龙，看不见身外的世界有多凶险。即便如此，你也想打破桎梏吗？你本飞龙，那便去吧。我成功了！我真的点活了一条龙！啊！龙爷爷，你怎么没画？你在让我？我没有让你。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，没有你这么深的造诣。为师者，传道授业解惑。我现在是传道给你，又何必在乎输赢？心中神仙无敌，斩上苍，踏遍荆棘。梦醒复似现意，魂飞涅槃新生力。一剑开，解辟天。